竟然还活着，真不愧是魔女。连你也背叛了。没错，正如你所说，最坚固的束缚，永远都不是锁链，而是能安居的家。因为有人对我们做出了承诺，让我有一个可以不再恐惧未来的方式，我才会选择加入他们。升格者通过凛冬计划做出的承诺，要以更多人的牺牲为代价。这有什么不对？一共3人，连这一步都在和那个梦渐渐吻合。接下来他们就要说，人体实验和弱者的牺牲都是进化的必然了吗？你和议会那些老东西，看到人体实验就慌了，也不想想那些教徒都是些什么废物。他们没有共居物的适应性，愚昧又迷信，连重建保育区的工作都做不好，还不如成为实验材料。只有科技有进展，我们这些意识还稳定性不足的人，也能用上够强的特化机体，才有可能在战斗中活下来。牺牲没有共居物适应性的人，来为没有特化机体适应性的人铺路。你们的主张和升格者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，我们的目标是未来真正的和平。升格者之中也存在一些愿意为未来付出努力的人，他们拥有控制感染体的能力，还将这份能力为我们所用。这是最后的警告，加入我们，或是死在这里。别劝了，这个半吊子的魔女还保留着她善良的心，她会同情那些无药可救的废物，不可能答应。我确实不会答应，但这不是因为同情。而是为了制止事态恶化。清理部队对凛冬计划监视已久，虽然算不上了如指掌，却也目睹过它带来的成果和恶果。根据隐秘成员传回的情报，凛冬计划的根基很有可能是戴达罗斯和他们的克西拉计划。什么？这项计划确实在研究阶段造成了很多死伤，可那是为了留下更有用的人才，有什么不对？要说错，也就错在没有完成自己的研究成果。他们在后期调转了研究方向，把这项技术用于对构造体意识海的复制和改造。参与克西拉计划的人，包括研究员在内，最终都落得极为惨烈的下场，几乎无人生还。如果你知道这个计划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，就该明白，等着你们的是什么。现在死去的是没有共居物适应性的人类，今后死去的就是没有特化机体适应性的你们。实验和牺牲的尽头是什么？是万里挑一的新品种人造升格者吗？我再说一遍，科技的进步不该建立在无数死亡之上，这不是什么必要的牺牲，而是屠杀。你也该明白，遥不可及的未来和近在眼前的希望，到底哪个更诱人？死亡随时都可能到来，想找生路，当然要找更快捷的通道。看来继续劝，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了。神啊，若你能听见我的祈祷，请将恩泽施予那些受害者。软弱和无力并不是他们的过错。为了让那场悲剧不再重演，我不惜再一次向曾为同伴的仇敌挥下剑刃。这是我的罪行，也是我赎罪的方式。肃清开始。指挥官，你的表情发生什么事了？
无法接通。深痕机体依然存在不稳定的隐患，它不会无缘无故断开连接。难道是出什么事了？要上报任务异常吗？确实有这种可能，但万一……现在联络不到他，我可以去试着搜索他的定位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？其他人？交给我吧。不能让指挥官阁下过来。水南还活着，说不定还有其他叛逃者。文先生，多谢，要不是你，我就要被感染体弄死在这儿了。 你的伤很重，是我来晚了。要不是这批商品有问题，我们兄弟几个就能轻松解决。商品？不是全部。高层都不再计较这个事了。 只要有利可图，他们就喜闻乐见。队长，你说我们继续监视他们，真的有意义吗？当然有意义。有利可图，不代表它是安全的。当年雷文志带来的惨剧，就是因为有人为了推进相关计划，撮合他咬伤了饵。相关计划？你是说凛冬计划的前身，那个蛰伏已久？ 臭名昭著的克西拉计划吧？没错，他不是第一个经不起诱惑的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就算议会打算纵容，我也不会放任那种事再次发生。绝对不会放弃。
又能怎么办呢？死者不会出来是因为地面的战况这么焦灼，别说克希拉计划，凛冬计划也快要没办法，也没必要被清算了。至少不能重蹈覆辙。队长，我知道你很想抓住那些叛徒，但这个行动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只有我看起来毫无防备的样子，他们才会提前露出马脚。好吧，要是有紧急情况，记得叫我们去支援。不，这会让你们暴露身份。那也别一个人硬扛。必须清理身上的循环液，维护机体。不要一个人硬扛。灰鸦小队和指挥官阁下，指挥官阁下，抱歉，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。没有危及生命，只是关节有受损，暂时无法战斗。不，在某些事查明之前，我不能贸然暴露自己的位置。谢谢你，指挥官阁下。那么，我想拜托灰鸦小队前往这个坐标点，确认并回收那里的遗体。他们身上还有清理部队要调查的线索。在一切被查明之前，这个任务只能被灰鸦小队知道。请多加防范靠近的人。我还不知道藏在暗处的还有谁。交给我们吧，比安卡。灰鸦小队一定会谨慎地完成这个任务。我会想办法维修自己的机体，独自去追查叛逃者的下落。抱歉，调查结束之前，我还不能透露相关情报。没有，这个任务还存在太多未知，去据点求助也不是明智之举。叛逃者还活着，他很有可能会继续呼唤包含升格者在内的帮手。灰鸦小队回收他们的遗体，
对清理部队来说，就是最大的帮助了。我吗？你是在担心我吗？没有人理应习惯背叛和离别。您知道吗？您是第一个这样要求清理部队的人。不过，就像您所说的那样，我还没有习惯。只是，指挥官阁下，你有想要保护的人或者事物吗？如果靠近想要保护的人，就会为其带来伤害，您还会继续靠近吗？不，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也会有退缩和想要放弃的时候。或许有一天，有一个不那么危险的任务，我会很乐意邀请指挥官阁下同行。可现在不一样，我不能原谅那些带来伤害的人，更不能将多余的风险带给您。如果为您带来伤害的人是我，我会无法原谅我自己。您这种说法，就好像我再拒绝，也会顺着通讯定位查找过来一样。那么，这是我的定位和需要更换的机体配件型号。我在这里等您，指挥官阁下。